银行的1年期存款利率已不到1%。老爸，利率又降了。你以前老说钱生钱，现在是不是越来越难了呀？这么说吧，如果你每天少吃一顿晚饭，按1顿27元算，1年下来能省下来差不多1万元。你知道这相当于什么吗？相当于什么呀？这就相当于你在银行存了100万，按照现在1%的利息，1年利息正好1万块，所以省下晚饭就等于赚到了100万存银行的利息啊。这么看，想单靠存款吃利息是不行的呀。那现在普通人应该怎么理财呀？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怎么才能钱生钱的问题了。低利率时代理财的核心就2个字：守财。用一笔小的确定的投入扛住家里未来可能出现的巨额财务风险啊。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难道不是要么就是高风险高收益，要么是低风险低收益吗？我们身边这样的事儿其实很常见。比如你想想，你给车买保险是为了什么呢？车保险1年交几千块，如果上路我撞了个豪车，或者车哪碰着了要大修，保险都能带着报销掉啊。毕竟我可一下子掏不出来那么多钱啊。你看这就是花小钱防大坑。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，最大的财务风险是什么呢？你的意思是人？对的，人可比车金贵。万一家里某位家庭成员的健康出现问题，一场病可能动辄10几万，这才是我们现如今最需要管理的负收益啊。但是我们不都是有医保的吗？医保是底线，看基础小病没问题，但有一些自费药、进口药、住院检查费，可能花的都是医保报销目录外的钱。你这么一说，人的保险也很重要啊。没错，所以我们不只是把医保买上，现在很多人还会给自己买个商业医疗险来兜底，补充医保报销。像我最近给家人选的这个超医保医疗险就很不错，不管大病小病看病，哪怕花了1块钱也能帮助报销。这么厉害，看小病也能报销吗？对的呀，它和市面上其他保险不一样，是零免赔额的，没有起付门槛，不分大病小病，只要是保障责任内的费用都能报，而且它的报销比例高，范围也广，像癌症、心梗等120种大病，最高能按100%比例报销。那些医保目录外的药也可以用它报销。这么好呀，理赔靠谱吗？这个超医保它是由中国平安财险承保的。平安什么体量你心里有数，世界500强，有钱有实力卖保险图的就是2件事：能不能赔，赔不赔得起。品牌很重要，有问题还能找高阶理赔团协助理赔，非常方便。那1个月得花多少钱啊？性价比很高的，1个月几10块钱就能有600万的健康保证。你想想用1顿外卖的钱把最容易拖垮家庭的风险提前挡住，这账怎么算都不亏呀。这么一说，保险更像理财的地基呀。说对了，理财不是先想着赚多少，而是先问一句：我最怕什么？输不起。把健康这个最大的风险填平了，其他投资才站得住所以最好的理财不一定是收益最高的呀，而是让你遇到最坏的情况也不至于翻车。低利率时代用小钱转移大风险，本身就是最聪明的配置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觉得买保险才是聪明人的做法，早早把风险最大的因素给排除了呀。是钱能不能多赚不确定，但把人生的大风险提前兜住是确定的呀。日元持续贬值，人民币近期不断走强，这是好事啊，老爸，这不是证明人民币越来越厉害了吗？一个国家的汇率变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好坏问题升值不是好事吗？钱更值钱了，我出国买东西都便宜了呀。40年前日本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就签了著名的广场协议，让日元升值了1倍。日本人全世界到处买，潇洒了5年，却花了1生去还债呀。这么严重吗？我是听说日本所谓失去的30年，就是因为签了这个广场协议但问题的关键是，有很多人不知道当时的德国同样也签了这份协议，为什么德国却没有事儿呢？德国也签了？我一直以为就日本一个被坑了呀。是1985年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法国、英国5个国家一起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的，所以广场协议不是针对日本的阴谋，而是一场全球级别的汇率调整实验的。那美国当时图啥呀？很简单美国扛不住了。当时的美国和现在一样非常依赖进口，也是大量进口日本制造的商品，于是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就失去了竞争力，失业率高。这一切都是因为美元太值钱了，当时的1美元可以兑换240日元了。我看现在1美元还能换150多日元呢，当时的美元购买力是真强啊。于是美国就想让美元贬值，就拉着这几个主要的经济体说了一句话：美元太贵了，大家一起帮我压一压。凭什么美国说什么就是什么呀？因为当时的西德和日本都是战败国，都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，大哥说话当然要给3分颜面
所以协议一签啊，美元就立刻开始贬值，日元在3年的时间内从1美元兑240日元涨到了120。德国的马克也一样啊，疯狂的升值。这对他俩有什么影响？假如日本原来出口一台电视可以赚100美元，那之前啊就可以换回24000日元，但升值之后啊就只能换12000日元了，这不就相当于少赚了一半啊？没错，所以本国货币升值啊，打击的是本国的出口。日本一看出口不行了，直接就慌了，选择了一剂猛药，就是央行啊疯狂的放水，利率一降再降，钱啊一下子变得特别便宜。听起来也挺合理的呀，降息不就可以刺激经济吗？问题就在这儿，这些钱啊没有进实体，没有进研发，全部冲进了股市和房地产。东京的地价一度被吹高到可以买下整个美国，日本股市4年时间翻了3倍多呀。那这不就全民炒房炒股了吗？对的，所有人啊都在赚钱的幻觉里。那几年啊，日本社会普遍都害怕自己啊错过楼市和股市的涨幅，没有人踏实搞实业，因为炒资产啊来钱更快呀。后面的事儿我知道，日本的房价是暴跌呀。没错，1989年啊，日本央行被迫加息，结果股市崩，楼市塌，企业倒，银行坏账啊堆积成山，居民和企业啊一下子都被套牢了，债台高筑啊。哎，那德国呢？他们不怕出口受影响啊？他们也担心啊，但是德国啊选择了人。第一啊，德国央行啊极度的独立，不会被短期的经济压力绑架，坚持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，哪怕马克升值再影响出口和经济，也没有搞大放水。那德国出口的企业不就都完蛋了吗？这反而逼着德国企业啊产业升级，低端制造活不下去，就去做高端，汽车、机械、化工、精密设备，技术和质量啊慢慢就和其他国家拉开了差距。这样一来啊，哪怕货币升值，别人照样得买单呐。怪不得现在大家都说德国制造厉害呢。没错呀，所以经济的关键啊不在于汇率的升降，因为硬实力永远才是真正的底牌。日本用宽松啊掩盖了经济的结构问题，结果经济泡沫越吹越大。德国则是守住了稳健的底线，用产业升级去消化外部冲击啊。哎，老爸，那你说为什么德国他就选对策略了呢？因为德国在1战后对于央行放水引发的恶性通胀有深刻的记忆啊。广义货币规模再创新高，超过330万亿。这意思是不是央行在疯狂的印钱啊？老爸，这印的钱怎么没跑到我的口袋里啊？广义货币啊，俗称 M2，央行印的钞票啊叫做基础货币啊。M2不是和牛的等级吗？货币也是分等级的。M0啊是现金，也就是你钱包里的纸币。M1啊是 M0加上企业能够随时花的活期存款，而你看到的 M2啊还要再加上那些躺在银行里吃利息的定期存款。所以 M2高啊，说明有很多钱是躺着没动嘛。那这不就是央行印多了吗？世界上正常的央行啊都不会疯狂的印很多钱，疯狂印钞的后果啊就是京巴布韦币，最大面值100万亿，一的后面有14个零啊。我了个豆，这零比我的银行卡号还多呀！那我们央行印钱有什么根据吗？那你就必须先明白你为什么需要钱呢？要钱还需要理由，我拿到钱肯定是为了疯狂消费呀。没错呀，所以货币的本质是能够方便的交换到稳定数量的商品。比如你每天花10块钱买一套小方煎饼果子当早餐，肯定不希望突然有一天煎饼果子涨价到20吧？当然啊，这一涨价相当于我手里钱的购买力缩水了呀。所以假设市面上有100块钱和10套小方煎饼果子，用钱啊全部买下来就相当于是10块一个。那如果市面上的钱啊印多了变成200了，那对应的煎饼果子啊就涨价到了20块。但要是小方啊加班加点把煎饼果子也做到20个，那价钱啊就还是10块钱每个了。你的意思是有多少商品就应该印多少钱？可以这么理解。所以过去20年，我们央行印钞其实锚定的就是出口的商品。假设啊，小方煎饼果子出口到美国卖10美元一个，小方拿着赚回来的美元啊，就会通过银行找到央行去换人民币，央行呢就会印出来70块人民币给到小方，这印出来的70块钱啊，就会通过工资、税收、消费等等流入了全国人民的口袋中啊。那这不就相当于别人说了算吗？那没有人找我们买东西，还没有办法印钞了呀。你看出了关键问题，所以我们近10年已经不再通过结汇这样的方式印钞了，因为过去20年啊，我们的货币发行啊可以说是锚定美元，这相当于是货币发行别人说了算的。我们锚定美元，那美元发行依靠什么呢？他们又不像我们有这么多的制造业。那我问你啊，我们这么多的制造业有没有统一需要的原材料呢？制造业的原材料
你是说石油？没错呀，工业生产需要石油来当燃料吧，甚至商品生产出来运输也需要石油吧。所以美元锚定了石油，就相当于是锚定了世界上生产的所有商品呐。我去，那这么说，全世界还是离不开美元啊！你再去想一下，我们近几年的布局，我们的能源发生了什么变化？我们的交通运输方式发生了什么改变呢？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在拼命搞的新能源、光伏、电车，本质上是为了和美元对抗？你终于看破这层窗户纸了呀！咱们大搞新能源，本质上是在挖美元的祖坟，通过改变能源结构，强行破坏美元锚定物石油的需求，从而动摇美元在全球的地位啊！怪不得呀，这哪是环保呀，这也是我们对老美的金融战啊！所以说啊，未来人民币也一定要和美元一样，锚定一个最基础的生产单位。全球的新能源啊，如果转型成功，未来人民币的发行啊，很有可能就会锚定新的底层能源电力啊。未来我是明白了，老爸，那过去通过进口印了这么多的钱，现在都流到哪里去了呀？刚才说过，央行印的还只是基础货币，过去20年真正让货币总数越来越高的原因啊，还是房地产呢。